大家好，我发现华人朋友很喜欢买投资房。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投资的问题。今天很有幸呢，我邀请到我的好朋友李欣博士。那李欣呢，在住宅贷款的这个领域呢，深耕了15年。他现在呢是万通贷款 General Mortgage Capital Corporation 新泽西分部的经理。那我们今天呢，就请李欣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有哪些 program 呢，很适合华人朋友们。李欣你好。你好朱迪，谢谢朱迪给我这个机会哈。我们也很荣幸。谢谢。是这样的，我们公司的名字呢叫 General Mortgage Capital Corporation， 简称呢是 GMCC，中文名字叫万通贷款银行。我们是 Direct Lender 和 Mortgage Banker，我们在全美49个州有生意，然后在全美我们有30多家分部，然后我们的贷款经纪呢大概有600多名。我们是致力于为客户提供高效的个性化的贷款的解决方案，并且呢实现快速审批和放款。我们能够提供多元化的贷款产品，比如说像 Agency Loan， 这种贷款就是符合 Fannie Mae、Freddie Mac， 就是两房，我们俗称的两房贷款审批准则的贷款。我们还有提供一些很好的这种 Prime Jumbo 的这些 program。我们还有一些就是这种 non-QM loan， 一般外界俗称的不查收入的贷款，或者应该我们大部分叫它说不符合常规、不符合传统贷款这种审批准则的贷款啊。没错，像一般常常我们会遇到一些朋友说，我没有收入，或者说他的税报的比较低的时候，是不是有适合的 program？ 我们是有的，比如说有些自雇业主，他的税表上报税的收入呈现的不是太好看，是的。但是呢，他过去的12个月的 business 的bank statement，上面的流水还可以，我们可以把他的 business 的流水可以转成收入来，我们可以对自雇业主做 bank statement loan，太好了。我们还有一些很好的贷款项目，比如说我们也不看这个人的报税收入了，我们也不看他的 pay stub W2， 通通都不看了，看什么呢？我们可以看这个人的资产。Asset based 的，比如说这个人有蛮多钱存在银行里，我们可以把他的资产转成收入来做，这样子 asset based 的 loan， 这对于高净值人士，这个就是给他们也打开了一条可以贷款的路。我们还有一些 program 呢，就是比如说像 DSCR loan， 就是 Debt Service Coverage Ratio 这种 loan，那我们也不看这个贷款人的收入，我们看这个房子的租金收入。我们还有一些 program 很好，就是可以适合外国人 Foreign National 的贷款方案，我们也有。对，太好了。有一点特别想跟观众朋友分享的是，我们公司具备这种最高到1000万美金的审核贷款以及放款的能力。这个金额很高啊。对，想一下你有无限的空间。那这样听起来 GMCC 好多不同的 program。GMCC 有一个 slogan 呢，就是说 Your Loan, Our Solution。我觉得正符合刚刚李欣给我们介绍的几个贷款。那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很好的 program， 我们拭目以待。那李欣我很好奇，因为华人朋友都很喜欢买投资房嘛。那我觉得刚刚你讲的这个 DSCR， 你能不能帮我们解释一下 DSCR 它是有什么要求啊，或者它的特点是什么？好的， DSCR 呢是 Debt Service Coverage Ratio 的缩写，翻译成中文它的意思就是债务偿还覆盖率，或者叫做债务服务覆盖率。那它这种贷款呢很有趣，它就是不去审核它的 debt to income ratio， 它是看这个出租房本身的租金收入是否能够 cover 这个房子的本金、利息、地税、保险 HOA。 它这个 DSCR ratio 的定义，这个公式分子上就是这个房子的租金收入，分母上呢就是它的 PITIA， 就是 Principal Interest Tax Insurance 还有 HOA、PITIA， 就是说租金收入能够 cover 这些基本的房子的这个比例，它衡量这个比例。说白了，其实就是这种贷款呢，它实际上是看这个房子是否有自己养自己的能力，就这个房子是否自己给自己供血的能力。那我们有刚才讲到了 DSCR 的这个 ratio 这个比例，是的。如果 DSCR 的 ratio 是大于等于1.25，这个呢 lender 就很容易批准。因为它证明了说你这个房子的租金收入可以是你这个房子的 housing expense 的1.25倍或者以上，远超过了。对，这是非常安全的一个贷款，对 lender 来说。理解。所以这个就蛮容易批准。那么下面一档呢 1.0 到 1.24， 小于 1.25 大于1这一档，这一档也不错，也是可以容易批准的。就是说你的租金收入至少可以 cover 你的这些 housing expense。那么再下一档呢，就是从 0.75 到1这一档，在这一档上呢 lender 会有一些要求，比如说 reserve 的要求，
那么对应的，当 DSCR ratio 比较低的时候，那可能一些 lender 它的利率会变高，高一些这样的。还有呢，就是 DSCR ratio， 比如说低于0.75、0.5到0.75啊等等，甚至有些我们叫 DSCR null ratio， 什么意思啊？我 DSCR 的 ratio 可以是0.1都可以。我们也有这样的项目可以做。那只是利率可能比你的 DSCR ratio 1.25的要高一些，但是对一些客人他很想买到他想要的那个投资房的时候，这是一个解决方案啊。那么影响 DSCR loan 的利率呢，是有这样的几个因素。是第一个，比如说 loan to value， 最简单说贷款量跟房价的比值，或者 appraisal value 哪个数字少算哪个的比值那你 loan to value 70%跟 loan to value 50%或者60比，那 loan to value 60%的时候，你的利率通常是好过 loan to value 70%的，因为这对 lender 来说更安全嘛，你有更多的 equity 在你的房子里。是的。好，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信用分数。你信用分数620的640跟你信用分数760、780的比，因为信用分数代表了你这个人的信用度嘛。是的。所以你信用分数好的，那你 DSCR loan 的利率也会好。是的。第三个还就是很重要的叫 DSCR 的 ratio，就这个比例。对 DSCR 的这个比例越高的话，证明这个房子它养自己的能力越强。这对 lender 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安全的 loan。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叫做 prepay penalty。 这个 prepay penalty 呢，有些州是不能有的，州法规定不能有，但是大部分州是允许对 DSCR loan 允许有 prepay penalty 的。所以如果你选择 prepay penalty 的时间长一点，那你更倾向于拿到好的利率，因为这对 lender 来说它是一种 reward， 是比较好。你比如说 prepay penalty 1年的跟 prepay penalty 5年的，这个利率上就会有差别。所以影响 DSCR loan 的利率的有这样几个因素。很多干货，我们今天也学到了很多，尤其对于华人朋友来说呢，真的大家喜欢买投资房的，尤其是很多是不同的州。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觉得 GMCC 的 program 特别适合，因为它不同的州有不同的规定，而且不同的情况下呢，它有不同的 program。那李欣，像 DSCR 这样的 program 呢，它最基本的贷款的要求是什么呢？ DSCR loan 的一些基本的要求是呢，比如说这个 loan to value 的要求，就是说你放的头期款的要求吧，头期款要放多少？一般要求20%，至少20%、25%这样子的。是的。然后信用分数的要求呢，有些贷款项目至少要求620分以上，有些贷款项目它要求要680分以下。最低是620，对吧？对，对。还有一个就是 DSCR 的 ratio，这个 ratio 呢，有一些贷款项目它要求是必须是1，有一些贷款项目呢，它不能低于0.75，还有一些更宽松的呢，它 no ratio 的可以。房产的类型呢？房产的类型呢？一般是1到4家庭的这样子的房子。我们也有些 program 可以支持，就是说这种 Airbnb 的这种的。Airbnb 我知道现在很多朋友都喜欢做 Airbnb 啊，而且从税务的角度 ，W2 收入的很多朋友其实可以做这种短期租约，那么可以把被动的收入、被动的这个 loss、passive income 的 loss 呢，能够抵扣 W2 那边的税收。还有一点我很好奇的是，这个就是说这个 DSCR 跟传统的贷款呢有什么不同呢？当然，它是用好的租金，尤其 ratio 高的话，它可以拿到很好的利率。那么还有什么其他的跟传统的贷款不太一样的呢？我们一般把 DSCR loan 比较的时候呢，因为 DSCR loan 只适合出租房嘛，那我们就比一下传统意义的贷款审批。那两房贷款审批准则下的，我们是要看 debt to income ratio，就债务跟你的收入比值。那个比值呢，那就是要衡量你的债务和你的收入的比，那也就代表了我们要衡量你的偿付能力，个人的收入的偿付能力。DSCR loan 不是看你 DSCR loan 看这个房子是否有自己养他自己的能力，所以它的 ratio 叫做debt service coverage ratio，就是你的债务和服务覆盖率，所以它这个从根本上就不一样。第二个不同呢，就是传统的这种传统的查收入的贷款，我们说的它是要看你的税表收入 W2 什么什么的，这个显然我们这个是不需要看的，对吧？刚才有重复过，对，还有核心我们省略的指标刚才有说过，传统的看 DSCR 我们看 DSCR ratio，传统的看 DTI ratio， 是。然后适用的人群 DSCR loan 只能做投资房，而传统的这个你可以是自住房 second home 可以是投资房这样的。是的。那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 DSCR loan 它的 down payment 你至少要20%。OK。而对于这个查收入我们说的这种的，它的准则是 DSCR 首付的要求是20%、25%只适合于投资房，是的。而查收入的贷款呢，
如果它是自住房的话，它可以甚至放3%的down payment都可以。是的，是的。文件上的要求上哈 ，DSCR loan 是 light document，就是要的审批文件很少，相对要少很多，少。是的。而那个查收入贷款我们都知道的，完完整整的那些叫辅导很多的文件，对，是的。那相对就简单很多了 ，DSCR 哈。那从审批的时间来讲的话，是不是差不多？因为我们 GMCC 处理loan是很高速的，30天都是没问题，只要客人配合。那 DSCR loan 的确是很简单。那李欣除了刚刚给我们介绍几个，尤其是 DSCR 这个很适合喜欢投资的华人朋友们以外，还有什么其他好的 program 给我们介绍一下？就像我们这个 DSCR loan 里有一款 program 嘛，这个 program 的名字叫 Lead， 这个 program 我就非常喜欢。因为它接受 gift fund 的，你知道我们正常查收入贷款买投资房是不能够有 gift fund 的，但这个接受 gift fund 的，而且就是说别人的赠款啊，别人给你的赠款，父母帮你一下买投资房的赠款，查收入贷款是不可以的，但 DSCR loan 就可以。是的。然后呢 ，reserve 都可以用赠款。真的这是甚至更加好。对，还有一个呢，它的好处就是还不 source large deposit，不对大额转账溯源。而且它接受基本上所有的 EED 卡，像 F1 J1 这种我们也都接受，都可以做。就是身份上面比较特殊，它可能不是绿卡或公民的哈。对，外国人 F1 J1 都可以接受。你像大陆留学生到这边来读书的，他在租房子，父母想帮他买一个房子，是的，我也这个 program 就可以用。太好了。F1 J1 我们就可以用的。我们还没有 title seasoning 的限制，就是说对你房产持有时间的限制。像查收入贷款，它就会有这个你这房子持有了多久，或者说这个 program 都没有 no title seasoning 的要求这样的。而且还有个更漂亮的叫做 first time home buyer、first time investor， 对，它也非常友善，因为它接受你的 rental living free。比如说你第一次买投资房，你自己连自住房都没有，对，那你住在父母的家里，OK。可以的，这样也可以接受，可以接受的。所以这个就等于为很多第一次想买投资房的人又打开了一条年轻人又给了他一条很好的路。而且这个 program minimum DSCR ratio 要求是0.5。这么低啊！这个 lead program 非常好，非常受客人的欢迎。这个 program 太好了，听起来真的是很多喜欢买投资房的华人朋友的福音啊。李欣，那我想问一下，你有哪些州的执照呢？因为我知道看我们影片的观众朋友呢，可能在美国不同的州居住，他们也有不同的投资房在不同的州。我们公司呢，我刚才有讲过，在全美49个州都有执照，除了阿拉斯加没有，其他州都有。而我本身呢是有20个州的执照。哇！我会把这几个州的名字呢放在留言区，这样观众朋友可以知道说，您所处的州或者是买的投资房呢，是不是李欣有执照可以帮您服务。如果你对今天介绍的贷款方案有兴趣，欢迎发个 email 呢到右上角的这个信箱，那我们会尽快跟你联系。也可以直接的联系李欣，有关于联系的方式呢，我已经放在影片下面的说明栏了。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询问，我们很乐意帮你一起规划最适合的方案。谢谢你的观看，请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留言和分享给你的朋友或家人。我们下个影片见。